怎么学这些啊？王老先生，不知我们几时才能学谢少师所编撰的课本？长公主殿下，圣上令我等来授课，是要让诸位知书明理，而非由这几位的性子为所欲为。老朽听闻，有人在凤尘殿中，不知尊卑上下，甚至连女子温柔端庄的贤淑都不能够示于人前。老朽真是深觉荒谬，又自觉肩负重任，今日特意换了课本，来给诸位讲讲什么是女子的本分。请大家翻开课本。古来生女，当守卑下，恭谨怀谦，忍辱忍让。这帮尸位素餐的东西，字字句句不离妇德女祸，一个个都想劝沈介废了我。怎么，沈介宠我是我的错，许我议政也是我的错，现在他染病了还是我的错？皇后又如何？在他们眼里，也不过是区区女流之辈，由得他们用这些酸臭礼教随意扣罪名。娘娘，您不必理会那些迂腐之人。迂腐之人？可放眼整个大前，真正清醒的又有几人？自古王朝衰微，名士失格，多与妇德女祸脱不了干系，所以身为女子，必须归属自身。江雪宁，你意欲何为啊？先生，恶心！放肆！竟敢口出恶言，辱骂宗师！真是奇怪，我说我犯恶心，先生怎能说我骂人呢？许是我昨日吃坏了肚子，又或者我今日闻了什么不干不净、臭气熏天的东西，再待下去，我只怕要呕出来，搅了先生上课的兴致。还恕学生失礼，先告退了。你，好你个不服管教的丫头片子！像你这种顽劣任性之人，也配留在这凤尘殿中？老夫这血不交也罢。哎，你的宁宁，宁宁，原来这就是传闻中的那位江二姑娘，今日可总算是见到了。君王勿要玩笑，江二姑娘同我不过玩伴，私底下也就罢了，若胡言乱语传到家父耳中，雷我一顿打骂是轻，坏了江二姑娘清誉之重，还望君王慎言。延平君王年少，言语无忌，还望江二姑娘无怪。哼，瞧见了，这就是咱们的燕小世子，喜欢人家的时候装得跟什么似的，如今倒好，翻脸无情啊。我看你生得不错，咱们世子不要你，本公子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雪夜，少说两句。薛公子看着像是读了几天书的人，出口却是污言秽语。燕世子不要的东西多了，只怕他瞧不上的，你也不配讲。行了，江姑娘是芷仪的伴读，容不得你胡言。好了，走吧。你不是要见谢先生吗？走吧。燕莲，要少说两句。我不是，我说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说，我就是我有什么关系？傻瓜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先生，家父说我上了小半年的学了，这几日非要考我策论，若是考不好，只怕要遭罚。学生悬梁秉烛，勉强凑出一篇。
请先生长长眼。笑什么？今日笑，明日酒了呢。这些日子，郡王的功课不错，在同龄人中学业也是首屈一指。便是写得上有不足之处，想必令尊也不会计较。不过既然你带来了，不如先让谢某详细批阅一番，明日课上再讲。哦，是。那学生等就先行告退了。燕世子，前几日我选来酌情的木材有几块不能用了，可否请你帮忙搬一下？愿为先生效劳。那你们两个先回去吧。嗯哼。干什么你？宁二姑娘前几日到我这里学琴，也就将琴放下了。她这个人虽说顽劣调皮，学业不精，不过倒是聪明。燕世子对此可稍稍放宽心了。多谢先生。可要是那么容易就放宽心，就简单了。对了，今日早朝未见令尊，听说是生病在家休养，不要紧吧？父亲贪杯多饮了几杯，战场上旧疾复发，不过没什么大碍，有劳先生您担心了。燕世子可有心事？所谓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，圣人尚且有祸，世子也在所难免。若世子信得过在下，以后有任何事，皆可来寻谢某。多谢先生，旁的事，燕灵都能解决。只是他一个人在宫中无依无靠的，他那性情又最是直爽，难免说错话得罪人。若先生方便的话，替我照拂一二，可好？好。你试试。宁宁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刚才被那老头子吓坏了吧？谢殿下关心。不过我本就不愿上他的课，方才出去躲了会儿懒，正高兴呢。别说你了，我听他讲课都直犯恶心。殿下也觉着此人不可。从前只闻外头闺阁女儿要学真理之类的，也不曾放心上。今日一听，真是大倒胃口，哪里将女儿家当人看呀？可憎的是，这般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还要拿进宫，还要拿到学堂上来讲。不过幸好谢先生除了琴课，还教文课，一会儿总能上他选编的课本了。他可比王炯的迂腐老头更让人头疼。见过先生。不必多礼。凤臣殿进学并无此书，谁放的？回先生，今日王老夫子说，学生等不知尊卑上下，是以改教真理，并告诫我等女子应守卑弱。都扔掉！那王先生那边，这世间女子归数这么多，让你们来读书，不是学这种东西的。若谁还想学那真理，尽管捡起来，谢某不阻拦。上课。今日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大家散去吧。宁二姑娘，还请留步。
今日上课听懂了吗？只怕是要来与我算账了。谢先生关心，学生都听懂了，我一会儿就……一会儿若无事，随我去文昭阁。不必了吧？学生顽劣不堪，上课也是浪费时间。你误会了，你的琴蜡在我那儿占了地方，只是让你去取琴。有劳先生，告辞。你当真以为我只是叫你过来取琴吗？不然呢？上药。莽撞就算了，伤这么深，还不好好上药。等等，先净手。把手擦干净。手。还生气呢？学生不敢。昨日在这儿，是我被白猫影响了情绪，本不该对你生气，也不该骂你。还有昨夜之事，我知道你是担心燕灵才会一时口无遮拦，我不该说那样的话，你生气也是应该的。您这是在认错？我辅之玉如意之事，是冲着燕家而来，难免情绪不稳，是以迁怒于你。今日叫你过来，就是想告诉你，玉如意之事我会处理，而且燕灵想方设法让你入宫，是想让你学些真才实学。你本是璞玉，若不雕琢，难免可惜。璞玉？您从哪里看出来我是璞玉？当年上京路上，一个稚嫩的少女，入狱劫匪她不怕，奔走山野她不怕，身陷险境难以脱困她也不怕，砸了琴割了血，就凭这一腔执拗，拼尽所有力气，救下了我这个病弱书生的命。江雪凝，我见过你以前的样子，正是因为有期待，所以后来才会失望。失望。当年上京之后，我曾去江府拜访，看见已经换上一身锦衣的你，只因一时不快，便打骂一个和你年纪差不多的小丫鬟。姑娘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这点事情都做不好，哭哭哭，就知道哭。你再哭，再哭我就把你卖了。你的眼神变得很陌生，甚至让我怀疑，当年上京路上发生的事情，是否真实存在过？再后来，我听闻你越发不懂收敛，胡闹跋扈，那时我想，京中繁华终究是害人的。慢慢的，便把那一点旧日的影子和心性都抹去了。所以，您那时厌恶我？也谈不上是厌恶，更多是可惜吧。有时人难免误入歧途，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可以教你分辨好坏，未必不能重归正路，重拾本心。我是可惜你变了，也可惜没人能好好教你。不过现在看来，你本质未变，善心犹在。虽然性子还是毛毛躁躁，但比前些年好一些了，还算得上是璞玉吧。所以明日可还愿意来我这里学琴？
宁儿，我现在消气了，你这般顽劣的性子，以后谁兜得住？这就不劳先生费心了。以后的事，自有以后再说。下不为例。这个大反贼当起先生来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江二姑娘，殿下，您可是要找公主殿下？她不是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江姑娘，虽然我不知道你跟叶灵发生了什么，但她最近真的很不对劲。从前她是最疏朗不羁的性子，可眼下却是郁郁寡欢。我问她，她也不告诉我，所以我只能来问问你。这世上很多事，却难与人说。若殿下方便，雪宁想请您带句话给燕灵。您只管对她说：“疾风知劲草，云开见月明。”有些事，只要守得住，就一定会有转机。真是岂有此理呀！王老先生，哦，薛大姑娘，哈哈，老朽见过薛姑娘。王老先生受累了。伴读中，诸位学士各有高低，却要一同教学，确有些不易。待二叔回家见了爹爹，定会上臣夫子之不易。哎呀，谢谢大姑娘，老朽感激不尽呐。哦，不过有一事或许您还不知，今日课上谢少师将《真理》一书丢出了殿外。他怎么会？是啊。谢少师深得圣上器重，向来温和待人，怎么今日却一反常态呢？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可能：有人记恨王老先生，恶人先告状，从中挑拨。你是说江雪宁？阿叔只不过是猜测罢了，但说起来有些不服管教之人，或许本也不适合这宫中伴读。若非要留下，不仅夫子动气伤身，我等也不得安宁。您说是吗？哼！全没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营中军械物资都由赵广负责管理，他人呢？方才就不见他的人影，一着人去找了。禀将军，已经查找完整个大营，均未发现赵广踪影。难道是畏罪潜逃了？立刻派人搜捕，务必把他抓回来。是。江雪宁，你今日身体可感觉舒适了一些？你本是璞玉，若不雕琢，难免可惜。昨日是学生冒犯了，还请先生不吝赐教。算你还有自知之明。那既如此，你就把老夫昨日所讲的那篇真理背诵给大家听听吧。怎么还提真理啊？书都没了，而且昨天也没说背诵啊。旁人背不出来，情有可原。可是这位江姑娘自诩才高八斗，学识过人，连老夫的课都不愿意听，想必是早已倒背如流了吧？回先生，学生并不能背诵。先是赵夫子的课上，你说看不懂书文，接着又是老夫的课，你不愿意听。3天2头顶撞夫子，老夫还以为你是恃才傲物，难免有些狂悖，却不想连这么一篇区区小文都背不上来。